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小犬台风对我们台湾天气的影响。那最主要的影响会落在周三、周四这2天，4号、5号这个时候。那在明天开始呢，其实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就会逐渐的开始出现。那因为这个台风它是有比较偏向是东南边的海域，逐渐接近。未来预估的路线呢，会经过我们台湾南部的陆地到巴士海峡一带，最后朝着台湾海峡南部前进哦。它路线是比较偏往南边过去这样的过程。那所以影响最大的区域呢，自然是最东边的这个花东恒春半岛一带的雨，跟它在接近过程当中西半部的风。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啊，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小犬台风的位置是位在我们台湾的东南方的海域，大概600到700公里的这个海面上。那它的结构呢，非常的这个对称，而且非常的扎实，环流的结构也是蛮大的。目前的暴风半径有200公里左右哦。那未来朝着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慢慢的前进到我们台湾附近。那接下来的天气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台湾的上空现在还没有很显著的影响哦。那所以目前发生的比较偏属于台湾附近这个东北风的风向造成的北台湾的云多，甚至早上的下雨。不过下午的时候呢，其实空气上面比较干一点哦，所以降雨趋势缓和下来，变成比较偏中南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还没有明显感受到小犬台风的威力哦。那不过明天呢，随着这个距离慢慢的接近，这感觉就会开始出现了。那给大家看一下下午2点最新的我们中央气象署的路径预报哦。那给大家看一下时间，海警的时间预估会是在今天的深夜，比较偏向是11点多的这个时间。路警预估因为以现在的路径其实是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有可能会出现在3号的下午到晚间的这段期间。那不过会因为这个台风的速度的快慢会有所变化所以路径这个地方是比较浮动一点。那以现在的路径来说呢，可以发现明天3号的这段期间呢，它其实还是有点距离，可是它就已经触碰到我们海上警报的范围，所以近海的部分风力跟浪都开始有显著的增加那到了4号的上午这一段呢，其实它的暴风圈就有可能触碰到我们台湾的本岛。那在5号的时候呢，是在上空，5号的下午有可能就会离开我们台湾本岛，进入到比较偏向是巴士海峡跟台湾海峡南部的这块区域，西南部海边。那6号的时候，相对之下还是比较偏近所以4、5、6这3天是这个台风对我们台湾影响最大的期间，因为它最接近。而到了7号以后呢，其实它的路径稍微的有一些往南，不过这块区块呢，其实还是要看当时候整个低压环流跟北边的高压的状况决定它的路线，还有台风的消长情形，所以大致上这是这台风的生命周期。那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很类似，但是其实比较不一样的这种天气图的示意图那一样可以看到北边的高压位在北边这个区块，南边这里是一个低压的环流区，所以台风主要就是顺着这个低压的边缘跟高压边缘去行进那所以这2个系统的强弱就主要影响到这个台风的走势，它到底会不会往南还是往北？那目前的趋向呢，无论是往北调的趋势，还是往南调，大致上对我们台湾的影响，就像我刚刚所述的内容，就不太会有太大的改变。那可能微幅调整的就是它可能登陆不登陆的距离它在哪一个区域，还有这个整个时程的先后顺序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偏移那可以看到说，在后面的时间点，大家也关心说北方高压的增强跟减弱。那其实高压呢，在这段期间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增强趋势，带来一些凉冷的空气。不过整个冷空气都不是非常的强，所以位在比较偏北边的位置。所以在最近这段期间呢，有没有很显著的高压跟台风的作用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可能不是主要位在我们台湾的上空，但是毕竟北边的高压在比较偏向是6号到8号这段期间，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偏凉的空气下来，影响的范围比较南边一点。那对于台风带上来的暖湿空气呢，是有机会在我们台湾的比较偏北台湾这个区域造成这个降雨比较持续一点那这一点气象署这里还是会持续关注。好，那给大家看一下降雨的时程表。那现在上面就有蛮明显的这个雨量分布显示，让大家知道哪一个时间点下的比较多，多的是在哪里
首先是在周二的这段期间，最明显的就是北台湾，特别是东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在明天是有出现这种大雨的可能性啊，特别是在山区的部分。那这个期间呢，其实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吹的是东北风，所以一开始出来的都是迎风面的降雨。中南部地区没什么感觉，这是明天的状况，还是午后雷阵雨，所以中南部地区下的是午后雷阵雨，不是台风的雨。那开始慢慢的随着这环流影响，慢慢的接近海上台风警报之后，就是陆上台风警报哦。那陆上台风警报呢，开始就是对陆地的影响会比较显著一点点。4号到5号这段期间是台风本身的这个结构跟外围环流会去做一些影响，所以北部东半部降雨会明显增多，特别是在花东地区的降雨哦。北部这边先开始，花东持续累积，随着台风慢慢的接近，这里的部分像是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我们提到是有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这种雨是比较可观一些的。那至于北部其他地区，南台湾跟中部山区也是有可能在4号、5号这2天出现豪雨，最主要这一天降雨是最明显的，4号、5号这2天降雨很明显，同时风力也会变得比较强。那什么时候开始缓和呢？5号的下半天开始，台风开始走了以后呢，慢慢的远离，外围环流还是持续影响，水汽比较多一点，但降雨的情况会逐渐缓和下来。那当然，北部东半部还是持续性的降雨哦，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可能因为水汽比较多，午后雷阵雨的现象比较明显。反正这阶段时间呢，就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状况。那刚刚提到了雨，那我们看一下风的情形。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在接近过程，风力跟浪的增长状况会非常的明显。那前面这段可能是风平浪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改变是非常非常迅速的。以明天白天为例哦，那可以看到整个风场显示，可以让大家看到台风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哦。明天白天、后天白天，整个海峡附近的风力增长的非常的显著。那所以就是在明天呢，我们其实有提到是有强风的现象啦。接下来可以注意一下我们陆上强风特报。明天下午开始，桃园到高雄东半部地区，包含这个兰屿绿岛、沿海空地区，我们是提到9到10级这样的强阵风。但是在台风开始影响的4号、5号这2天，是有可能在一些区域甚至会出现12级以上这样的风力，所以大家要严加的戒备。至于其他区域呢，像基隆北海岸、屏东、恒春半岛呢，风力也是偏强，台风毕竟接近了，所以全台湾各地都是风力比较大一点，特别在海峡这边，在周3的这一天哦，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风出现在沿岸的区域。再来就是浪的表现哦，台风还没有到，长浪会先出现，所以在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长浪就慢慢扩展开来，从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马祖这边会先开始，在4号的这段期间慢慢扩展到台湾附近的各个海域，基本上都有长浪的现象。那这边可以看到风浪的情形哦，一样可以从看到浪比较高的地方，自然是接近台风的地方，慢慢的靠近哦。那所以什么地方浪比较高？3日的时间，其实各海面就开始出现3米以上的浪高。那6米以上的浪高，很危险的浪高，东半部恒春半岛是会发生的。所以这段期间的浪高，请大家也特别注意，不要出去海边玩。那再来就是温度的表现哦，温度的表现呢，其实前面有东北季风，后面有东北季风，所以北台湾的降温主要就是在东北季风这范围。那没有东北季风的时间呢，温度相对比较高。中南台湾、花东的这个温度比较是因为下雨不下雨而影响哦。那中间这段期间就是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在温度的分布情形上呢，其实也没有到说非常的冷。那这个冷空气虽然有东北季风，有北边带来的气，可是重点是它没有非常的强，所以影响上面来说，温度的表现大概也还是在24到32度这样子的范围。好，最后给大家几个小节，周2开始外围环流影响，周3、周4影响最大。再来要注意的地方，豪雨等级以上的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一带，也是周3、周4这2天影响最主要的。那在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呢？明天北台湾先开始转雨，接着花莲、台东，慢慢随着台风靠过来，中南部的影响会慢慢出现。那注意一下，中南部地区这边风力也是比较惊人的，而不是直接花东地区的风力起来，中南部地区的风力也是会慢慢的起来啊。这个不妨请大家再多注意一下我们的预报。那以上就是下午的关于台风动态跟未来天气的说明。请问在场的媒体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他额外的提问？路径还有可能继续北修，甚至是可能是从花莲登陆的这种状况。那如果继续有北修状况的话，台北的状况会不会北部状况会变得更严重？好，目前的情况呢，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模式上面来讲啦，
和我们看到的这些预报的资料，主要都是比较偏向东南部这边。那当然有没有往北调整的趋势呢？自然还是有可能。可是从我们昨天到今天的预报，应该说昨天的晚间到今天，其实慢慢的这比较收敛一些，都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东南边到巴士海峡这段。比较偏东南边到恒春半岛这一带登陆的几率是比较高一些的。那不管它的这个方向调整除非有大幅度的调整，不然的话，降雨的状况跟风力的情形和整个时程的推估，就是每一天降雨的状况跟刚刚的雨量分布情形，大致上不会差太多。那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就是可以做一些参考那不过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毕竟还是有些微幅的不同。那可能有些人在意的是登陆的地点到底详细在哪边，那详细哪一个乡镇的风力是如何。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会滚动式的不断的提供最新的预报。好，首波路警范围，因为我们现在海上警报其实都还没有发布，所以变数很多。我刚刚也提到，路警的预估时间浮动就已经蛮大的。那当然，它往南往北这样子偏移呢，就会影响到一些县市。不过以这样的路径看的话呢，当然第一个有可能去涵盖到这个范围，自然就是我们说可能登陆地点的比较偏花东、恒春半岛一带这样子。那后续延伸它这样的路径，比较影响的就是南部的各个县市那详细的状况当然是等到我们的陆上警报快要发布前那个海上警报的部分，那大家再去询问，可能会比较明亮一点。那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提问？好，假使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的天气说明，谢谢大家的参与。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图资之类的？图表吗？好，等一下，这张吗？就是每一张停留下。好，没问题。好，没问题。可以了吗？那这个图卡等一下我会再PO到媒体群组里面。